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东的局势。首先是伊朗，它的攻势猛烈啊，包括您看到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馆在礼拜天传出来遭到袭击。更进一步的是，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说了啊，他们在这里启动了防空警报的系统，而且击落了一枚爆炸物，不确定它到底是无人机还是火箭弹。所以你看到，包括在伊拉克这里看起来也不安全了。尽管它算是美国可以控制的一个国家哦，伊拉克的民兵武装组织说，我们成功的袭击啊，已经导致了美军6死4伤。这是您看到的画面哦，包括了是伊拉克什叶派的这个民兵的组织说，我们对这个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胜利营基地的袭击当中哦，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军基地，造成了6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6个人受伤。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发出一个这个承认的一个讯息哦。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地方已经是在大混战了，扩及整个中东地区哦。包括你看到伊朗说，战争发生到现在2个多礼拜，他们对美国还有以色列哦，包括一些基地啊，发射了700枚的飞弹。还有包括3600架的无人机，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混乱跟伤亡。另外呢，伊朗还说，他打击福特号之外，还有他的航母后勤哦，所以他已经发出了警告哦。包括这个伊朗已经讲了，到目前为止哦，他们击中18艘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跟油轮，并且把200个关键战略目标列入打击计划。而且前一阵子已经讲了，他们摧毁了4套的萨德系统哦，所以你看到，包括伊朗哦，已经超乎了世人的想象，包括他的高层已经都被斩首了，怎么还能够顽强抵抗到现在呢？而且看起来是成功的打击了美国还有以色列，包括你看到他的第54轮的攻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有5种导弹呐。”而且最新的武器，2000公里射程的战略杀器哦，您看到包括这个叫做泥石弹道导弹哦，这是第一次使用哦，我们过去在这个冲突里头是没有看到的这一款的导弹。那我们进一步来看，泥石弹道导弹是伊朗新型中程的弹道飞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打击的范围可以覆盖以色列的全境。这款飞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的准备时间短，飞行的速度快，而且具备这个末段变轨能力哦，很难拦截啦哦。所以你看到它出这么多怪招跟武器啊哦，看起来以色列已经穷于应付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卫队发言人，他说：“你们放心好了，我们现在打的这些飞弹都是过去10年前生产的旧的啦，新的包括去年12日战争6月12号战争之后生产的导弹，我们还没用呢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库存还很多那当然我们不能确定这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正的不过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没有错，伊朗不断的在发动各种的攻击，而川普这一端呢，我们先来看看呢，美国官员是这样讲，他说战争数周内会结束伊朗他自己说他的国家还很强大，所以他们不会停火的，这是来自于伊朗的外交部部长的说法。而另外呢，伊朗的议长更加这个批评美国，甚至反酸美国说，你川普说2个礼拜击败了我们9次，这太搞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伊朗包括至少发言系统你看到他们是完全不投降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在白宫受访那对于伊朗战争他到底怎么看呢这个因为川普讲了好几次，他说伊朗的军队已经遭受到重创了，他们不行了啦。所以呢，总统先生，你是否准备正式宣布对伊朗的胜利川普怎么讲？他说没有啊，我认为我只是说他们受了重创问题你们这些记者很糟糕，你们写假新闻譬如说我们看到《纽约时报》还有各个主流媒体写说伊朗有25万人集会，不可能。这假新闻怎么可能有25万人呢？包括我们看到呢，因为伊朗的无人机奏效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包括有人说，是不是乌克兰要
支援无人机过去哦。那川普是说不需要，我们不需要乌克兰帮忙，因为我们的无人机最好又最多，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无人机。来自于 The Guardian 的报道说，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现在越来越贵了，因为美国都是很贵的武器啊，很精良的武器，可是对上的是伊朗那些非常 CP 值高、非常便宜的武器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个掌控错觉，这些错觉让战争进入升级模式，而这个模式将对全球经济还有政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来，请教亮哥。不，美国也没有升级模式啊，没有升级模式，它是从佐世保日本的那个2栖驱逐舰调了2500名陆战队31师，那要去伊朗嘛，那大概要将近2个礼拜才会到吧？对，迪里波里。那你去想啊，2500个陆战队能干什么？精准斩首。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呀！我跟你讲，现在伊朗的运作决策还有重要的导弹、无人机都在地下。如果事实上美国大概知道在哪里了，可是你要找到入口啊，你要真的冲进去打，你有看到有这种战争吗？至少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知道以色列跟美国都在炸它的入口，可是它的入口有好几个啊，或者是说它有发射车，如果拉出来就刚好把它炸了，可是它也有里面的射击方式啊。我觉得美国现在是陷入困境啊，就不知道怎么样消灭它持续用导弹、无人机攻击这个态势啊。因为伊朗直到今天大概平均一天大概有20个导弹，然后100到200架无人机，持续在攻击，是每天哦。那打的目标就是阿拉伯半岛，那主要就是阿联酋、巴林，因为巴林有第5舰队司令部啊。那他已经跟沙特阿拉伯讲好了，不打他们，因为沙特阿拉伯承诺不让美军经过领空领地，所以伊朗就说好，那我不打你。现在就是这样。那阿联酋做不到，因为它到处都是美军基地。对啊，所以另外当然就以色列嘛。就这个战争其实它的强度是在下降。还有伊拉克他们也攻击它这个我现在只讲伊朗的部分。伊朗是导弹嘛，无人机嘛，对啊，还有封锁赫姆兹海峡嘛。是啊。那伊拉克是伊拉克的圣城旅嘛。圣城旅就是打美军基地的。那叙利亚有伊朗的部队，他们跟黎巴嫩真主党是用火箭弹打以色列的。叙利亚部分也打美国的那个基地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有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跟叙利亚是一起的，对，打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也最近也非常凶啊，他往前推40公里，因为要让黎巴嫩的火箭弹打不到海法啊。那也成功啊，都炸得一塌糊涂，跟加沙一样啊。然后也门就是封红海嘛，所以美国现在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其实作战争的强度在下降，可是呢，霍姆兹海峡你不能被封啊，所以你要怎么打开？那最近的地方只有33公里，然后它沿着那个霍姆兹海峡周边你也要想办法登陆控制啊。2500名就是加9嘛。你如果要来控制赫姆斯海峡的沿线，至少要5万人。5万人呐、至少要5万人。为什么？因为伊朗仍然用火箭弹、导弹、无人机拼命来骚扰嘛。对，油轮怎么敢进来？所以你一定要控制整个沿线，整个海峡沿线还要打进去，还要打进去，要打出一个缓冲啊。这至少要5万人啊。那就是出动地面部队啦。那美国的死伤，我跟你讲，很快就超过1000。川普就卡在这里嘛。就我要打也打不到。地面上的大概都差不多了，然后都在地下。可是三不五时就窜出来打我一下，又躲起来。那赫姆斯海峡造成的物价上涨，美国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照理讲，美国是产油的，只有你美国的油商跟着世界价格一起调整。我刚刚朋友寄给我，西雅图的油价1加仑8块多，开什么玩笑啊？平常才3、4块，给你涨到8块多，你川普怎么不去控制这个啊？那石油公司都是你的金主，对他为什么不要？因为金主啊，得罪不起。不是啊，他们会捐给我啊。我讲白了就是你很多都是川普自己制造出来的困扰。那你现在要人家解封科普在虾，对方也提条件啊。那你给我一个国际保障，大国进来大家谈好，不准再打我。取消经济制裁，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嘛。他不愿意。对嘛？所以只好去继续就卡在这里啦，进退两难了。那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来攻打这个伊朗，我认为他犯了战略错误，就是过度乐观。美国虽然强大，这是没话说的，但是他过度乐观了。那过度乐观呢，反而就显露出3个短板。第一个短板呢，它反导系统失常。它这些反导系统，像以色列它就是以色列现在包含它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也包括以色列的机场都被炸，以色列的核能研究中心也被炸，以色列的国防部也被炸。那反导系统，它总共有4层反导系统，远程的萨德系统啊，再来也包括剑2跟剑3的中程反导，也这个有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功能呢？近程呢，还有大卫投石锁跟我们就讲到的铁穹系统，你这4层防御，结果通通到最后还被这个伊朗突穿成功，这几个重要的城市、重要的目标被炸。换句话，在这一方面，这个伊朗的使用这些弹道飞弹，超越了反导系统能够拦截的能量，现在就是穿透成功。那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的，不管是在约旦也好，或者在巴林，还有在卡达，也是一样被炸。反导系统并没有充分发挥功能，也就是说，对伊朗来说，伊朗是攻击是最佳防御，一定要攻击拿导弹，要去导弹这些反导系统去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因为以色列拥有的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防空飞弹，它的数量密度是全世界第一，没有任何国家超越以色列的密度。那以色列竟然被突穿成功，耶路撒冷跟特拉维夫都被炸的，都好多地方被炸的还蛮这个损坏非常严重。第二个误判呢，就情报失灵。那个美国总统川普说，伊朗已经没有这个弹道飞弹跟他的无人机已经所剩无几，已经伊朗没有战力了。结果这个真实承诺还一波来，现在已经50多波了，已经超过53波了。换句话还有换句话说，川普总统下面的情报机构的这方面的研判研析出了问题，过度乐观，而且战果鉴定失误。这战果鉴定怎么战果鉴定的？是不是被伊朗他的欺敌措施、伊朗的伪装措施？你打的是伊朗的假目标，有很多一部分是这个样被骗了。结果精锐过去，这些美国的远距遥控武器过去，以色列远距遥控过去，结果炸的是大部分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假目标，被骗了，以为摧毁殆尽，结果战果鉴定没有落实，结果造成这个战略误判。那第3个是什么呢？这个后勤弹药补给能量不够，它变成逐批投入，还要从亚洲调拨爱国者飞弹，还要从这个日本调拨这个第3远征军的2500位的陆战队。那这样过去了，那怎么当初没有到位呢？你现在变成逐次投入，当初就没有办法一举奏效。然后航空母舰也不够，2艘航母打军是不够的，可能要4艘航母打军对伊朗，因为伊朗毕竟这个国家大，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加上9000多万的人口，所以它的体量够大，怎么当初可以这个轻敌的掉以轻心，造成这个后勤能量不够，现在还要再继续补给？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会被伊朗的不对称作战破解。那目前就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就面临了这个窘境。是，来请教大中老师。对，我们从228之后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公开的讲话，大家可以看出一些美国的一些判断的状况因为一开始他的确讲的地方是，我觉得是相对是乐观的，甚至暗示有可能速战速决。
到3月1号、2号还在暗示说有可能这就是一个有限度的战争。但是我觉得变化出现在3月初3月初之后，美国的讲法开始有个变化，这变化就是说战争何时结束要跟伊朗是否会停止对美国对其他地区的一些攻击、报复、反击，他把它串在一起，而且后来也跟这个荷姆兹海峡串在一起。然后3月6号开始提这个川普开始提到说这个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之后呢，9号又讲说战争是否结束是他要跟内塔尼亚胡总理一起来做判断。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代表什么？代表说伊朗的反击让川普很烦心，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像一开始所设定的赶快解除这场战争。然后从3月11号到12号之后，川普的讲话就开始有点依稀疏变。有时候一开始讲说打得差不多了，那他突然话锋一转说伊朗求饶要谈判，但他们开的条件我不满意，所以继续打。何时决定要结束呢？是我来做判断。到3月14号，他开始挑了一个新的议题，叫做大家要使用者付费。他点名北约跟好几个国家，既然大家都仰赖荷姆兹海峡，那不能只有美国在做打击里面要护航。那到最新当然是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川习会把它一起绑进来。虽然川普讲话的特色是他不是很精准，但我从这一系列2个多礼拜他讲话的脉络，我觉得基本上反映出这个战争进行的方向已经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这是一个非常赤裸裸的一个反应。那还有这伊朗的反击所谓的真实承诺这个讲白话文就是说是一个必须要兑现的承诺这里面一定有对内对外的宣传或是伊朗在政策上的一个叙事，代表说即便我被美国打击，被以色列打击成这样，我还是有能力做反击，而且我们的反击代表说我们指挥链并没有中断，而且是按照之前这哈米尼特别警告西方世界说，只要被打击，不管是谈判与否，伊朗一定会尽回力去做回击。那接下来就是目前看起来伊朗的这种反击包括他的代理人，我觉得有3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在海外的大使馆。那为什么打大使馆呢？那有时候是透过他的这个在当地的代理人，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主权重要的象征，未必会有很惨重的伤亡，可是他就很容易是打到美国的一个弱点。那第二个当然是这个附近的军事的目标。那第3个是能源的设施。到目前为止54波我觉得军事打击是持续。那能源打击现在有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一开始大家认为说它不是全面性的，但现在我觉得它打击的面比一开始更全面，所以这就代表说战争有可能不会如大家所希望很快结束的一个比较不幸的一个指标。是在这个地方，很多国家其实如果你是一般民众的话，可能每天会担心受怕，包括以色列的居民。您看到以色列的防空过去大家认为很厉害的那现在怎么一直被突破呢？甚至有人说特拉维夫现在都快要变成加萨了，一片的残破。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美国跟意大利的基地它位在科威特那有2个国家的军队在这里驻军可是，在当地时间15号对这个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被无人机袭击，还有加上多轮的飞弹齐射。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什么集束弹都有目前我们知道以色列境内已经有8个人受伤了像是这样子的各种的这个袭击跟新一轮的飞弹攻击让以色列现在某种程度也很破碎。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包括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以色列国防军说他们有侦测到伊朗发射的弹道飞弹。随后，以色列南部的地区，包括贝尔谢巴都响起了一个很大的警报声响。透过我们的画面，你也可以看到呢，同一时间，真主党也发动攻击。黎巴嫩北部几个边境城镇也响起了火箭来袭的一个警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特拉维夫好像人间炼狱一番，大家都会觉得以色列固若金汤这个包括纳坦雅胡这么的 tough， 可是这个飞弹是不长眼的。你看到伊朗的飞弹攻击震动以色列的中部，警报声一响起，数百万人逃离他们的住家你看到很多汽车、很多民用设施、楼房现在都被炸得稀巴烂。
根本就是废墟哦。那战争带来的危害，当然我们看到了像炼狱一般的情境，没有人愿意发生。可是这个还是不断的持续进行中啊。所以像是美国驻以色列的领事馆也被飞弹的碎片击中，所以你看到领事馆变这样被飞弹击中虽然有被拦截，可是你知道拦截之后那个飞弹就四射这个它的碎片就击中了这个领事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纳坦雅胡，他是关键人物可是现在呢，网络上有人在传说他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是受重伤。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מה שאלת אותי? חושב שלא אומרים ברשת שאתה בכלל מת? אני מת על קפה, אתה יודע מה? אני מת על העם שלי. איך הם מתנהגים, פנטסטי. אתה רוצה לספור את מספר אצבעות? אתה יכול להראות לנו? פה. פה. ראית? יפה מאוד. 好，纳坦雅胡这片影片为什么说要把手指头伸出来让大家看看是5个手指头还是6个手指头？因为前一阵子网络上有一个影片是6根手指头的纳坦雅胡，所以在网络上面疯传他为了要把这个谣言给指掉所以他又再拍了一个新的影片。不过真的很诡异那个所谓的这个纳坦雅胡的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影片，因为里头有太多的瑕疵，包括手指头有6个。还有包括呢，有很多的这个咖啡他喝了一口，可是还是满满的，以及口袋边缘忽长忽短还有收银机显示是2024年其实现在这个科技有很多网友都很会当侦探如果你是用 Deepfake 的影片其实 AI 都说是 Deepfake， 就是声位的影片，不晓得为什么他要释放出这一片影片出来，那大家都会对于他的健康状况、他的生或死就会有很多的讨论。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高官丢出了一个讯息说，他们收到情报，有人想要栽赃伊朗。怎么说呢？这个是伊朗的高官说，他们要密谋栽赃伊朗，让911事件重现故意制造一个恐怖攻击然后说是伊朗人干的他说这是特别这个警告美国不要策划假旗行动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好混乱到处有人在游行，有人反战，有人支持伊朗，有人支持美国，到处都在拉扯。包括你看到这是最新的民调，来自于日本，说是有超过80%的受访民众反对美国打击伊朗，而且不支持率高达82%那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就该军事行动在法律上是否存在问题表明立场的态度不认可，因为高市其实某种程度在一个暧昧或是模糊的这个状态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伦敦有一场示威集会那警方用泰晤士河隔离双方一边在泰晤士河的右边，一边在左边把他们隔开。那当然我们看到包括法国西班牙这个欧洲好几个国家接连爆发反战的抗议行动，谴责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来动武。大家要知道在欧洲有超级多的穆斯林那另外西班牙首相他重申反对美国跟以色列打击伊朗。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Le digo a la derecha y a la ultraderecha que no pueden estar apoyando a quien incendia el mundo y luego quejarse del humo que provoca ese incendio. Que no se puede sorber y soplar al mismo tiempo. Y que la medida que más vidas salva y menos onerosa tenemos es que digan no a la guerra para que esta guerra acabe cuanto antes. cuanto antes. 好，这是来自于西班牙首相 Sanchez 他3月13号的公开演说。来，请教老师，亮哥。其实如果这样耗下去打消耗战以色列的面积只有2.2万平方公里，我们台湾是3.6万，很小。伊朗是165万平方公里，82倍大。你认为谁会倒霉？当然是以色列嘛，因为你以前是因为人家打不到你现在为什么比较容易打到？因为连约旦的雷达站都被毁了。有人就说以色列的对于飞弹的预警时间，从过去最长15分钟，现在只剩下1分钟。因为阿拉伯半岛的雷达都被毁了都被炸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铁穹也已经破了因为铁穹主要是针对火箭弹、低空的，那导弹来你怎么办？那我觉得伊朗是有点故意的，
他就针对特拉维夫，就你刚刚讲的中部，北部就海法，对，那中间偏东就是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是宗教城啊，圣城，所以大家不好打了像那个伊朗的库姆，以色列也没打，对啦，那什叶派的宗教城嘛，是啊，那个这个精神领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伊朗是摆明了要让以色列的经济破产，因为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上海了，它金融高科技都在特拉维夫，重镇，然后大特拉维夫人口是300万，大概是以色列人口的1/3啊，而且特拉维夫附近大概15公里吧，还有一个以色列最大的海水淡化厂叫 Sarak， 我觉得如果逼疯啊，搞不好连这个都炸，那这个就很严重哦，因为以色列海水淡化的饮用水有75%，那这家就占25%哦，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你以色列也在炸伊朗，伊朗也在炸你啊，可是因为以色列有制空权嘛，对伊朗，所以他可以用轰炸机啊，用战斗机啊，还有美国帮你炸。坦白讲啊，能够炸的军事目标都差不多了啦。我讲是地表上的啊，那你总不能炸德黑兰的民宅吧？啊，可是因为我最近开始看到特拉维夫流出来的影片啊，以色列是高度管制哦，泄露战区的影片可以判5年哦，所以也不能随随便便流出来。可是最近就是 X 上面开始出现了，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真的啦，真的是严重被炸，就炸得乱七八糟。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到加沙，这太夸张了啦，有点像乌克兰啊，就是被炸的样子啊。那因为伊朗用的飞弹啊，有很多是集束炸弹，它真的会炸到民宅啊，它那个在空中爆炸有80个那个子母弹就这样射出来啊，然后里面有燃烧弹，所以马路也会被炸，码头也会被炸，因为它是集束炸弹。无人机也是啊，无人机它不一定能够控制它要炸的位置嘛，没有那么精准，所以我就看到很多非官方的建物也都被毁了，啊，其实这个是在考验双方的意志了，那伊朗最担心的是粮食危机，可是我认为俄罗斯帮他托底，因为俄罗斯可以从哈萨克、从里海那边运粮食进来，那如果是飞弹这样炸，互相炸，我讲白了就是土地大的人胜啊，而且老百姓真的很倒霉耶，这样一定会炸到平民的，一定会。对啊，来将军，我认为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一方面，它会随着战争的持久会要面对3个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因为已经打了半个多月了。那现在这以色列要去炸伊朗，炸的都是要都更的房子。对，那伊朗拿着导弹去炸以色列都是豪宅，所以变成不对称。他炸他都要都更，那反正我要都更的烂房子你炸吧。那结果这个劳斯远征跨越了1000多公里，回来1000多公里，加起来3000公里，就炸那些要都更的。所以炸越多越亏，你知道那个好不容易劳斯远征，那伊朗呢？伊朗一个兵都不用，那派导弹直接按着就出去了，那一个人都没有，那就把以色列特拉维夫炸成这样。这是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6日战争，1967年6日战争都没有这个状况，那都是在境外作战。对，那以色列是境外用兵，结果没想到这一次打到本土，所以以色列现在做了最严格的情报管制，不能出去的话。那以色列以前是百战雄师啊，那现在怎么会落了这个状况呢？这边以色列内部的真实状况，其实我们对是变成这样，它管制，不然的话会造成全世界。你以色列不是很厉害吗？对啊，不是中东小霸王吗？怎么会这个状况？这个被这个反导系统结果被失灵。这个伊朗后面有高人指点，先打他的贯通系统，让他预警时间没有，叫他穷于应付，一过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所以目前的状况在第二个，我认为啊，后勤调度的压力，因为这个第一波以色列好，美国第一波出去的没有产生这个我们讲到的非常致命的这种战果，对这个伊朗，结果你这个伊朗各后面的它是藏于地下的这些山洞里面的，那这个它的反击过来之后，那这些以色列也好，美国能够调度的这些后勤作战、大军作战、首重后勤啊，结果没有后勤怎么办？火力渐弱，
那现在那火力渐弱，那现在伊朗的这些导弹、伊朗的这些无人机相继的过来，那怎么去拦截？所以它的这伊朗的穿透力获得越来越多。那这穿透力多的话，那都一些高价目标被打。那对伊朗来看，伊朗现在反而就变成事半功倍。以色列所发挥的防空拦截的效果变成事倍功半，你刚好两个这是颠倒的，所以状况拖下去。这个后勤补给的这方面的能力会造成以色列甚至美国在中东的驻军这一方面非常大的压力。第三个压力，我认为是国际这个反美以的风潮会慢慢风起云涌，因为大家最重要的世界各国都会有能源或多或少的危机，因为石油涨价了，石油已经涨破每一桶100块美金了，那这样子还要继续上涨，因为只要荷姆斯海峡被管制住。这些油轮呢，还有天然气出不去，那全世界的战备的储油慢慢就会用尽。一用尽之后，那换句话说，油价一定要上涨，也补贴也有个限度。那这样子的话，全世界就这个反美国跟以色列的这种力道，就会慢慢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随着能源危机而压力会接踵而至。这样子变成以色列跟美国都要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了。这边有后勤调度的压力，这边又有国际来的这个此起彼落的这个反美以的风潮的压力，他们怎么样去应付呢？所以时间越久，对美国跟以色列越压力会越大。那反而伊朗反正气定神闲吧，他继续打他的无人机，继续打他的导弹。那这样子的话，在伊朗这方面，它变成比较耐打，那让美国跟以色列所面临的压力会随时间而增加。是，大中老师怎么看？对，关于那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状况到底如何哈，我想可能比较大的比例还是，一些宣传或是网络上大家很有心好奇的人去做的一个诠释，对不对？因为当他要澄清的时候，在咖啡厅拍了这个影片，那马上又被说是有 AI 生成的痕迹哈。但我们要知道说哈。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尤其是非常紧张升高的时候，类似的这种新闻或是认知宣传都有。我们回顾一下2022年2月份的俄乌战争一爆发之后，2022年最明显，当时有无数的传言或是媒体的分析说，普丁可能再见了，精神状况不好，身体状况不好，患有癌症，甚至是有这个政变、军事推翻他的可能性，而且是指证历历。但是战争打到现在4年，普丁的健康还可以，看起来没什么大碍，普丁的统治的地位也是没有问题。那当时甚至也有人说这个泽连斯基已经逃离首期基辅我想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揣测或是一些过多的一些诠释在里面。基本上内塔尼亚胡假设真的在战争中攻击中有任何这个受到伤害的话，都是一个大的新闻我觉得很难去完全去封锁它。那第二个是，的确对以色列现在来讲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就像刚才特别有提到说因为这个预警时间大幅缩短过去我们看前面2-3年有类似的状况，可是基本上以色列跟美国还有部分帮以色列国家还是比较以逸待劳虽然会有漏网之鱼一定会有无人机或是有零星的这个飞弹去突破这个击伤以色列的这个城市，可是不像这一次以色列真的是如临大敌即便它有这么多的层的这个防空体系从这个沙德啦大卫投石所，像刚才将军所提歼2、歼3，下面还有爱国者等等等等，然后应付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空袭还有铁穹，但是这一次就不像过去这么的得心应手。那还有就是伊朗的这个攻击，基本上还是3合1，它攻击太阳还是透过无人机，而且无人机还有好多型无人机但是基本上价格还是比较低廉大量的。那再结合什么各式各样的弹道飞弹它有所谓的比较短程的弹道飞弹比如说法塔赫，我们非常熟悉增程的法塔赫，300到500公里，还有在700公里更加精准的这个短程弹道飞弹。还有各式各样的中程那中程有差不多1000到1500公里，已经能够够到以色列，还有更好的一些2000公里的这个弹道飞弹，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巡弋飞弹，专门打这个以色列或是美国的一些这个雷达，还有通讯系统。所以用这样的方法一直撑到现在50几波，我觉得对美国的盟友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军事基地设施，还包括以色列，还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像刚才讲，最后一句话就是，比领导者的意志
还有比你手中的工具还剩多少，双方都是如此。是。观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机场转机过，中东的杜拜机场，它又被攻击了，所以您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杜拜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油槽窜出了通红的火舌，这个画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杜拜机场附近的一座油槽，16号凌晨起火。杜拜的媒体办公室说，起火原因跟无人机相关事件有关，目前还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不过有旅客等待本来应该要在杜拜转机的我们台湾的朋友说，现在飞机可能会无限期的 delay 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全的起飞。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战争哦，让我们所有全世界的人都遭受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影响，包括您看到哦，川普最新的一个说法是说，你中国啊也需要负点责任哦。如果你没有帮助大家一起打通荷姆兹海峡的话，那我可能会取消川习会哟。哦，这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报道哦。川普接受访问，他说：“我可能会延迟跟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因为啊，中国有90%的石油会经过荷姆兹海峡，那你应该要有这个责任来维持秩序呀。所以呢，如果你中国不回应的话，那我可能就取消或推迟这个川习会。那另外呢，中国外交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外交部哦，来自于中国外交部是说，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的事情保持沟通哦，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报道。而另外呢，有一项最新的民调，大家来参考看看，这是来自于美国政客新闻网跟英国的民调机构合作哦，对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哦，总共有10289名的成年人进行调查。他们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可靠，21世纪可能属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川普的外交政策包括现在对伊朗用兵，就对很多人对他造成了不信任的一个源头。而另外呢，刚刚讲到荷姆兹海峡，因为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嘛，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态度如何？据说他要拉拢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持续的来封锁这个地方大家看到红圈圈画起来就是荷姆兹海峡他们形容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三方合作涵盖政治、经济还有军事的层面。所以某种程度呢，荷姆兹海峡断航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一些国家有利，对一些国家就很不利了。包括您看到国际油价礼拜一就是今天再度走高，两大指标的原油期货，包括布兰特以及西德州价格双双冲破100元大关所以呢，能不能够再往上或是被抑制下来不知道，可是已经写下2022年以来最高的纪录水准。而另外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美国把在 Okinawa 的精锐部队2500名军人给调走，到底要干嘛呢？有人说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报道，他说川普可能会考虑拿下伊朗哈尔克岛大家知道这个等于是这个荷姆兹海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是不是用地面部队去把这个地方给占领起来嘞？风险很大，报酬也很大，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一个高报酬。川普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而我们也不会透露他何时会做决定。另外我们看到荷姆兹海峡的僵局让川普颜面尽失所以学者就是来自于乔治城大学卡达分校的副教授穆斯葛雷夫，他就说川普政府已经把手中的筹码烧得差不多了，因为你眼下是全球的航运大乱，油价居高不下，所以美国在这场对峙中不但没有能够展现领导力，反而暴露出影响力的极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种部队川普到底打算怎么用？也有人讲他可能要去参与史上规模最大的特种行动。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讲啦，他说有可能他这个数百名的部队在一个或多个地点驻扎数天，然后呢找到伊朗拥有的数百公斤的高浓缩铀那精心策划，充满风险，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浓缩铀给夺回来如果是这样，它的难度可能跟夺这个哈尔克岛一样，都很难。那另外我们看看伊朗现在大家知道他被轰炸前，其实在跟美国做谈判据说谈判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伊朗的外长讲的。他说，其实伊朗在跟美国的核谈判中，他们已经让步了。他们伊朗愿意提出稀释这个60%的浓缩铀，440公斤这个他要把它交出来那来表明说他们没有意寻求核武的这个野心所以现在呢，400多公斤的浓缩铀被埋在炸弹正在炸的核设施的废墟底下。伊朗说：“那我现在就不打算取出来了啊。”好，来请教亮哥。川普讲的话，你最好都让子弹飞一下了，因为很快他就自打脸，已经好几次了。比如说赫姆兹海峡被封，他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我们美国油多的是啊，我们赚爆了。隔天派飞机去炸那个，他用 B1 嘛，去炸那个哈格岛，对不对？炸完哈格岛，他就说：我只有炸军事设施、石油设施，我没炸。可是你们如果还乱搞，我很难说哦。我 for fun， 我可以去做。结果布兰特石油期货当晚就涨到103。因为他表示我有可能炸。那请问你在干嘛？你炸哈格岛的军事设施 ，so what？ 好，你现在说从日本佐世保基地调2艘驱逐舰，上面载了2500个陆战队，要去波斯湾嘛？那传出了说他要占领哈格岛，你占领又怎样？让伊朗的油出不去，那石油危机不是更严重？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了，而且你能够占领吗？好，我们就假设2500个你就占领了，在那个岛上，那你就一天到晚被轰啊，因为这个陆战队就跟那个82空降师一样，他们都是完成任务就离开的，你现在要常驻那又传出另外一个说要占领霍姆兹海峡的两岸，就那个30公里那个33公里霍姆兹海峡并不只有那个尖的那一块，那个33公里这里。那请问沿线呢？这边沿岸很长啊。那你要驻守吗？我跟你讲如果沿线他都要驻守，是，而且还要往内打出一个缓冲区，往里面再打。对，这边也要打，要避免被攻击啊。对，有专家估计了，至少要派5万人。5万人，我看你怎么弄，不然你就是占领了，然后你就一直被轰嘛。那像火箭弹、无人机一直打你，所以你只要扩大缓冲区啊，要避免让他不能打你嘛。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就这样干啊，所以他往黎巴嫩打进去，打40公里，你有办法打吗？你往前打就是3。我坦白讲，我认为川普都不知道了，所以他那种话都轻在公共他现在甚至还对人家说，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决定开战？你是凭直觉啊？他现在要甩锅了。他说不是，我听3个人的建议，一个是我的女婿 Kushner， 一个是中东特使 Witkoff， 还有一个是海格塞斯防长。对不起库斯纳懂什么啊？Witkoff 也是犹太人，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甩锅以色列。这2个犹太人得到什么军情？一定是以色列的报告嘛。是，所以我简单讲一句话，你被以色列骗了嘛。因为以色列跟你讲4天就差不多结束了，我斩首48个，很快伊朗就内乱了啦。他相信了嘛。结果并不如他所料。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将军怎么看现在中东战局的一个僵持？我认为，如果美国要派2500位的海军舰去攻克在波斯湾北部的哈尔克岛，我认为这个难度是还相当高第一个，哈尔克岛它幅员不大，易攻，容易攻下来，但是很难守因为它距离伊朗才25公里，伊朗的火箭炮直接打到了，而且上面没有掩体，你攻上去的时候，你还往下面挖掩体。你如果你露天直接轰了，无人机直接来了，火箭炮直接打了，
甚至美国已经把军事设施都炸掉了，所以你就露天了，你露天很容易被那个，你要往下面嘛。所以我认为他这样不要变成易攻难守。第二个，他幅员有限了，会造成后级补给的困难。你能够放多少？你要放多少东西？放多少武器装备？都蛮困难的。你这个哈尔克岛，当然美国知道伊朗的石油，这是都90%从哈尔克岛出去，这是伊朗的经脉，把它断它的经脉。但是问题是，你能够守多久？你要付多大的代价？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如果付出的代价高到美国可不可以忍受？川普愿意，如果他的这些陆战队损伤了一些，那会不会造成川普更大的压力呢？这个不是军事压力，反而是政治压力。他要不要去承担？我认为精锐部队，他要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而且这个200是从日本调过去，因为他们经常在演练夺岛反夺岛，这第3远征军这个科目经常是做这些嘛，所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他打这个要去攻这个浓缩铀啊，伊斯法罕在德黑兰南部的400公里。换句话说，它有安全纵深将近1000公里你越过波斯湾要进去炸要1000公里那这样子会不会被伊朗的还有残存的这些导弹、地对空的飞弹把它拦截到？我认为这个也是问题而且他可能拿100公吨的水泥给你封住，你这个轻装进去你还炸不掉你还没办法夺到，你就跑就赶快要撤退要不然会被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这个歼灭听说已经分散了。对，又分散，他怎么可能440公里换一个地方？他分散更难找，困难度很高。100公吨的水泥一封，你要去炸也蛮困难的。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从上个礼拜就是有媒体特别点出第82空降师到这2天美国陆战队的这个调动但是大家还是会很怀疑啦，就是说川普真的会为了这个伊朗而投入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作战吗？因为从川普1.0到现在，即便这一次的对伊朗的军事攻击，在时间上在他投入这个规模上都是已经是创纪录了，但是他有一个底线，到目前为止从1.0到现在并没有打破，就是没有调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作战，而且是长时间的。那即便委内瑞拉的这个行动也是快速进出这个数量有限的特种部队。所以川普真的会为了这些目的，比如说要拿下哈格岛，或是刚才所提到的要控制荷姆斯海峡的周边的安全地带，或者是说，我觉得更匪夷所思，就是为了所谓的浓缩铀伊斯法罕地下深入到多深的地方去取出来，我觉得这都不是很符合一个成本效应的算计，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赌注太高。假设你有大规模，而不是像这几天就是部分零星的美军的这个伤亡，而是有大规模的这个美军伤亡的状况出现，我觉得那对川普而言，应该是在政治上才是个致命伤尤其是今年这个美国的期中选举等等等等。但我相信这件事情目前是他脑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件。重要性已经超过关税，之前现在大家都淡忘，也超过他原本要规划比如说建高式扫描，乃至于月底所谓的川习会，因为他目前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处理这伊朗事件，而且希望能够往他